师傅啊，刚进去仨，包括黄志强在里面，别的就没什么动静了。但我觉得会不会里面有其他人？这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全封锁了。行，我去看看啊。周队，我不要，给我来支酒。来给我。辖区内特勤刚给我返回消息，韦伯豪4号楼606的咨询室是个幌子。黄志强可是道上有名的中间商，像他这样的人啊，弄2把喷子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把龟壳给背上吧。哎，免了吧啊，齁沉的，穿上倒躲不开了。哎，老关，你就别上去了，好，你也别上去了，在这陪着老关吧。周队，我们真的不需要申请巡查，还有特警支援啊。2个支队在这荷枪实弹有备而来，再叫增援，不怕是笑话啊！各组注意，疏散楼道的居民，行动！你好，我是楼下业主，你家漏水了，把人家地板都给俺泡烂。我家没漏水，你咋没漏了？漏一宿了。开门，赶紧开门！我跟你讲，不开门我打110了。开门啊，快点！行，等着啊。别动，都别动！别动！别动！扣着。哎，老周，哎，搞定了，搞定了。啊！哎，过来，怎么才4个，还少1个呀？老周，交给你了。咱们还是别往里进了，抓捕行动毕竟有风险。像你这种水平的人，不干刑侦工作可惜了。我弟弟的案子你知道吗？有耳闻。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疑点？案件细节我不清楚。不是因为是我弟弟，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关队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看出很多蹊跷。不好意思，关队，漏了一只啊。腿没事吧？哎，我给你喷点药吧。哎，不用不用不用，这点小伤过2天就好了。说你，哎，越来越不济了啊！这都让你挂彩。不是你还好意思说啊？啊，不都怪你没控制好局面，嫌这么办？哟，人家就5个人，那上去6个，
一人按一半不就完了吗？你还指望我给你腾个缓冲带啊？这他妈老屁股啊，打死都不肯说。他那小弟呢？还小弟呢？那一个个胸大无脑，那胸都多的了都，知道个屁呀！知道。我们从黄世强家里和公司取户的现金里确实有部分连号，而且跟曹艳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连号是吻合的。现在这个人证物证都有了，关键是怎么找到他雇来的杀手呢？哦，这是黄世强的手机，我们发现里面有一条在案发2小时之后收到的信息。给他打过去。姓黄的。喂。喂。哎，那个强哥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那钱你还好意思要吗？啊？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们活干得那么漂亮，凭什么不给钱？剩下那2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瞎他妈嚷嚷什么？啊？一会儿把警察都嚷嚷来了。哼，不可能，那帮傻逼这会儿正纳闷这车震杀手怎么又杀人了呢，绝对牵扯不到咱们身上。白痴！你说什么？我说你白痴，谁让你把那女的杀的？不是网上说那个杀手从来都是杀一男一女的吗？再说了，我们多杀了一个，又没让你加钱。加他妈屁钱啊！啊！你把雇主都杀了，还他妈好意思要钱啊？啊？你事先也没说他就是……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这买卖算是赔到家了。强哥说了，20万没有，最多10万跑路。啊，拿了钱赶紧滚蛋，避避风头再说。兄弟，你这别跟个娘们似的唧唧歪歪了，银行转账容易被查出来。这样，我拿现金给你，咱找个安全的地儿交易一下。啊，拿了钱赶紧离开京港。这他妈得盯到什么时候啊？别废话。哎，老关来了。我说老关，你这买贴膏药买到爪哇岛去了啊？这大半夜的药店很难找啊。淤血还没化开，得贴在淤上。就贴这儿就行了。怎么样啊？啊？还有辆黑色的奇瑞在这儿都绕了2圈了。技术队查了他的牌照信息，是个汽车租赁公司，2个小时前刚租出去的。车主是用身份证登的记，所以现在凶手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啊。总有贼是笨死的，那还不下手啊？哎，不着急，小王他们跟着呢，而且前面路口也都封锁了，跑不了。等他们拿钱的时候再抓人，啊。保险柜，保险柜，保险箱边上停辆垃圾车，你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赶紧联系向阳环卫，啊，车牌号码报给他们，查一下这个车的出境情况。欧了。核实过了，是正常的清理工作。那什么，
出勤车辆和出勤人员都准确无误。保险箱已经转移到垃圾车上了，收缩范围。等他们上垃圾车翻钱的时候，我们就上垃圾车里面翻他们。这你妈什么味呀！你他妈赶紧上来帮我找啊！你他妈！海港队的案子还麻烦你们长风队了，辛苦你们了。捎带手的事儿，白局太客气了。你想呢，在专案组多卖卖力，回头我再给你调2个探组。好嘞，白局，您就放心吧。行，这交接的也差不多了，辛苦你们啊！哎，客气客气，客气，慢走啊。好嘞，白局慢走啊。你们那边暂时先不要把案件破获的信息对外透露啊。我跟老白是商量过了，命令肯定是会下的，但要说全支队上下做到滴水不漏，这我可不敢保证。哎，对了，那个叫董涵的，他是在什么媒体？京港头条。这消息都是从他们那儿出去的。目前关注这个系列案件的媒体有很多，但京港头条往往是第一个披露消息的，而且他们的网络电子版也是每天及时更新的。能不能把这些媒体记者给请过来？那感情好啊！一下逮那么多记者，市局就该让我脱衣服了。不，我不是说把他们放在对立面，我是想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合作一下，让他们给凶手散布一下假消息，这样对咱们破案也有利。关队，您这话是说的不错，但是你们也知道，这帮记者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咱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好处？咱们可以向他们承诺，一旦破了案，就可以向他们全面公布采访和报道。更何况，咱们希望他们帮咱们散布的是凶手已经归案。我想，无论这消息是真是假，也是还是挺有冲击力的，他们应该不会拒绝。行，那小周，一会儿让刘队到我办公室去。哦。哎，关队，物证鉴定中心说对捷达车的那个视频有初步成像的结果，问咱们什么时间去看？都这个点了，物证鉴定中心还有人吗？那就明天白天。如果没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叫他们把还原好的视频资料发过来就行了。好。哎，对了，如果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就不能还原那辆车当天晚上全部的行驶路线吗？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这个筛查的工作量会呈几何倍数不断的增长啊。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知道，我就是这么一问。交管局的监控录像一般能够保存多长时间？一般是5年啊，这个还是关队你告诉我的。好，瞧我这记性，岁数大了。喂，好的，我是洪峰啊，想麻烦你，咱们局里能不能帮忙调取一下春节期间案发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录像？时间是30晚上9点到12点。好，多谢啊。
这是怎么回事？替海港支队抓了几个白痴，你竟然能够宣称车震杀手归案了？你看看，市局上上下下都在问我这件事，你怎么解释？我说周去哪儿？你小子刚当了几天队长，你就不想干了是不是？怎么会搞成这样？我没让刘长勇跟媒体说这些啊。刘长勇啊，去把他给我叫来。哎，去。放心，老刘这雷只是仗势扛的，等案子一破，我就去坦白啊。老刘啊，华顺帮道主，你再帮我应付一下顾局，他到我办公室嘛，都为了破案。媒体暂时会跟我们保持口径一致，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咱们得赶紧找出案子的突破口，大家说说意见。为什么都一样啊？你说什么？连续作案的凶手会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加逐渐完善技巧，可这名罪犯尽管第一次作案后清理现场时间稍长，但技巧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善。没错，凶手从第一次作案就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反侦查技巧，这一点确实罕见。那会不会凶手之前还实施过其他类型的犯罪，只不过没有伤及人命，所以我们并没有筛查出来？当初案件的筛选标准是什么？暴雨的天气，幽会的男女，清理的现场，反映出强迫症的特征。听上去，只有第3项属于犯罪标记。对，我们没有把前2项排除特征作为犯罪标记，只是范围越清楚，筛选起来越方便。怎么着，范围出了问题？只有第3个条件是最难发生变化的。凶手第一次作案，也许和天气以及目标对象都无关。你们从一开始就错误地限定了范围。已经找到的4起案件当中，并没有包含他第一次杀人。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第一案。那你的意思是，重新筛查，找到这家伙的第一案。筛查条件就一个啊，专家只有2，案卷几千本，咱们手上就这么几张牌，我看1个星期都查不出来。暂时放弃筛查除命案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案件，优先审查 G 次组卷号的。物证鉴定中心催咱们去看看捷达车的监控录像。不是说可以传过来吗？邮件发送好像违反鉴定中心的保密规定吧？我去一趟。要不要一块儿？也好，我给关队当回司机。您是王主任？关队长，我是鉴定中心的王志格，欢迎啊。您好。这位是？这位是海港支队的顾问韩斌。啊，欢迎欢迎，来。首先是这段车内的凶案视频，我们根据支队的要求，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像素处理。还有这个红色的盒子，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技术上做了处理。
这是个 L 吗？很抱歉，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这些可以拷贝给我们吗？都在这里。谢谢。那些交通的监控视频呢？我们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根据这辆车的10个角度进行了高度锐化的像素处理。点击任何一幅都可以看到1200万像素的格式。至于能够发现什么，我就无能为力了。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哎，你看这还原度这么高，这应该是……好像是不能灵异类的挂件，可惜没拍到凶手的面孔。目前也就倒车镜里面的挂饰是我们作为排查线索最有价值的东西。听说凶手已经落网了。是，不过案件的部分细节我们还是需要完善。我们希望能够排除这辆车的嫌疑。王主任，那这些哦都在 U 盘里。如果技术上需要我们支持的话，我们会尽力而为。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好，谢谢啊，随时联系。目前只能把倒车镜上面的饰品和可能的轮胎品牌作为筛查嫌疑车辆的特征，但我觉得作用不大。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重心重新转移到寻找凶手的第一案上，而这方面的进展还是值得期待的。是啊，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这次的定位还是很精确的，凶手的第一案往往会暴露出更多的线索。说到定位，还是你提醒我的。哎，你洞察力这么强，为什么要刻意掩饰啊？大概是胆小怕事吧。毕竟是顶着我父亲的名义来协助工作的。不过，关队上次提起你弟的事，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也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啊，随便聊聊。其实也是觉得你能够理解我。能理解。恕我冒昧，关队，你脸上这道疤是……哦，如果不方便说的话，那是2年前的一起案子。我得到线报，市局查了3年的军火走私案，那天在红安码头进行转移。情况紧急，在大队到来之前，我带着周巡和武玲玲先过去了。周巡跟我过去，玲玲守在外边等增援。这边快点，警察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负责指挥的匪首叫霞姐，她好像知道我们要来，所以转移的速度特别快。我担心他们在增援到来之前先跑光了，所以就进行了干扰。都别动，把手举起来。
那个集装箱太黑了。关队，案子破了吗？破了。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孪生兄弟。关队。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孪生兄弟。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起灭门案，并不是冲他去的？喂，是吗？好，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找到了。找到了。孟老师，找到一起5年前的案件，没有雨天，地点也不是在车内，被害人也并非一男一女，但是凶手把现场清理得非常干净，整个现场都没有搜到半枚珠。确实很像，冷却期很稳。而且卫生间的毛巾和香皂都使用过，之后又整齐地恢复了原位。即便是在会反侦查的罪犯当中，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留一部分人把剩下的案卷筛查清楚，其他人跟我回支队。关队，相关的物证呢？已经通知市局物证科去调取了。技术队给我盯着，天黑之前我要看到所有的证物。好。来，说说案子。5年前的这起案子，案发地点是在杏林路以西的自由行快捷酒店206号房间。尸体是第2天早上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从尸检情况推测来看，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被害人吕四平，男，41岁，户籍登记地是博物馆西大街，但实际情况是婚后他一直住在妻子的家里，无业，
曾因赌博和敲诈勒索被西城分局2次处以行政拘留。自由行酒店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没有打开视频监控，很难说这是因为凶手的运气好，还是他刻意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基本情况，都是来源于酒店服务人员的目击证词。据悉，案发下午2点左右，吕四平携一名穿着日式、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性来到酒店，并且亲自用身份证登记开了房，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离开的时间。根据当日酒店的行程安排，在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有一大批旅行团入住酒店，想着应该是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的离开。死者是被勒颈窒息而亡。可以看出，发现尸体时，他是俯卧在双人床还有卫生间的夹道中间。可以看出，他的左腿是蜷曲的，右腿是伸直的。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指甲被清理过，也就是说，死者在被害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反抗，所以指甲里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细胞。就凭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罪犯做得出来的。不光是如此，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不但清理了所有的指纹，连被害人的指纹也清理掉。而且他还重新摆放了屋内所有的物品。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是杀害李迪森的凶手第一次实施的谋杀。即便在犯罪标记上非常的符合，可以判断出是同一个凶手所为的。可是我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就是凶手的第一案呢？凶手作案后，把整个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却任由尸体像烂泥一样卷伏在地上，这体现出凶手对被害人极度的侮辱和藐视。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案明显暴露了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情感上的关联。行了，我知道了，马上去啊。市局政治处来了，老刘，你跟记者队盯着物证科，我过一趟，你们继续。哎，我是星辰啊。顾局，刘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局政治处的马主任。哦，马主任，你好。不用了，你就是支队长周巡。对，是我。你们分局应该接到通告，要求你们对关洪峰回聘的事情做一说明。顾局长没有跟你说吗？告诉了，告诉了。顾局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了。那个您放心，我们一定在市局要求的时间内递上这份说明。顾局长没跟你说，在事情调查期间，关洪峰不得参加刑侦工作。那个关洪峰是这次案件侦破的核心力量，要是停了他的职，恐怕会对案件侦破的进展会有影响。现在关于这起系列案件的真假消息四处乱飞，除了媒体胡乱猜疑之外，很多都是从你们内部泄露的。不是，马主任，他这个事情吧，他是当时因为……不管是谁，事后要查清楚，该打的打，该罚的罚。但是如果像关洪峰这样一个编外的人泄露出去的，责任如何划分？我们有什么权利处罚人家？那等案子破了，所有的责任都往我身上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现在停了关洪峰的职，那就等于放走了犯人。马主任，您要知道啊，据我们现在了解，凶手已经杀了不下10个人了。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这么多分局抽出的精英组成的专案组，到头来只有关洪峰一个人会破案？马主任，您的电话是海港的白局。喂，老白。哎，我说老白可以呀，一个电话就把马主任搞定了。哼，你们队帮我们破了个大案子，让老白帮你们说几句话，也算是礼尚往来嘛。老关，我该做的可都做了，底下看你的了。已经布置了。我们查到这个吕四平曾经因为敲诈勒索，
被西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当时有个共犯叫高亮，笔录上说是他的发小。找到了，这个高亮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目前正在京港3监服刑呢。那得了，咱俩去探个监呗。走。带上我吧。哎，那我怎么办？哎，蒋同志，那我这算不算有立功表现啊？还想接着抽吗？哎，就那么一说。四平是我发小，这小子屁股上哪边长了痣，我都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你们俩因为敲诈勒索被拘留过，说说当时具体情况。嗨，当时哥俩就是冒充联防，抓点那个打野炮，这个搞破鞋的。干了几起啊？别提了，一次都没成。你这哥俩当时也不知道啊。08年那会儿就已经取消联防编制了，一次都没成功。我是没成，四平好像是成过一次。有个家伙跟老同学在车里打快炮，正好被四平逮个正着。那家伙可能是怕丢了工作，或者是怕老婆知道吧，不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四平，连手表都撸下来了。那男的好像是个什么大学的老师，反正后来四平又管他要过几回钱。那人开的什么车？这个他好像跟我说过是富康啊，还是帕萨特、捷达、凯美瑞。对对对，捷达。凶手很可能就是吕四平当年冒充联防捉奸在床的那个男人。这小子被捉了奸，又被讹了钱，回头杀了吕四平可以看作是报复，可他为什么要继续杀车内幽会的男女呢？周队，能麻烦您开下灯吗？我想再看看案卷。如果像高亮所说，凶手从事司法类的工作，当然，这和他目前所掌握的反侦查技巧也十分契合。那么他在被捉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体验到了那种被曝光之后的屈辱感。杀了吕四平，只是种单纯的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屈辱的记忆。所以他在随后几年间专门寻找车震男女下手，很可能就是一种情景还原式的倒置体验。哎呦，哥们儿，忒深了，听不懂。说白了，他一次次杀害在车里偷情的男女，也是试图抹杀当初那个屈辱的自我。变态就是变态，啊，想法还怪匪夷所思的。呀，这都7点多了，咱们回队里之前先在外面吃个饭吧。没问题啊，想去哪儿？长丰这边我不熟，关队有什么推荐吗？老关啊，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啊！你就带咱吃这个，这要传出去，不让人海港支队人笑话吗？我还不知道你吗？出门兜里都不超过100块钱，你能请我们吃什么？我告诉你，今儿随便点，刷卡。
不好意思，老板，我们这不能刷卡。不能刷卡啊？对。你看你找这地儿，卡也刷不了。你们先点着菜，我上个洗手间。哎，不是老关，周队。哎，不能刷卡，可以用支付宝，大店小馆都可以。啊，对，有啊，值。没事吧？我们被发现了。被谁发现了？周旋。寒冰，那个寒冰识破我们了。你怎么也来了？别这么没日没夜的。有这空闲，应该回家休息休息。大家都在坚持，我也不能开小差。找到了。是这个吗？对。我来吧，高哥。让一下。应该就是他了。房卡。你确定那韩冰发现咱俩的事儿了？不但发现了，而且一直有意无意的在帮我们。为什么呀？哎，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摸不透。怎么讲？虽然从犯罪心理的侧写理论中，刑侦人员可以模仿罪犯的思维结构的方法是存在的，但是杀了吕思平，只是种单纯的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屈辱的记忆，所以他在随后几年间专门寻找车震男女下手，很可能就是一种情景还原式的倒置体验。在实际的侦破过程当中，完全纯粹的站在主观的立场出发，揣测某种反社会人格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这你不也能做到吗？常年在一线工作的刑警，如果具备比较前沿的学术水平，是可以实现这一点，但他也要经过非常严谨的推测和理论。但是他不一样，他完成的太过轻松，太过写意了啊！你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就是本能的思维？那这个韩冰跟那个变态杀手属于一种人？不知道，总觉得他很难猜测。我们可以不特意提防他，但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对了，有个事儿我一直忘了问你。媒体知道破窗器的事儿，是你透露给董涵的吗？我说哥呀，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别说什么破窗器，我什么都没向那个董涵透露。
哎，你要不信的话，那天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刘英就在吧台，要不你去问他。如果不是你跟他说的，那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就只有……把大家都叫过来，是因为这一案件的一系列的核心事实，只有咱们这些人知道。我想郑重地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一定要诚实地回答我。有关于凶手的凶器有可能是改装过的破窗器这个说法，你们有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不光是媒体啊，也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一天天的加班都加疯了，都没时间见什么亲朋好友，能跟谁说呀？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知道这件事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凶手本人了。这就是说，凶手故意对外散布案件细节，吸引其他的凶手模仿作案。不管这是不是他的动机，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他确实达到了目的。我查了一下，媒体方面最早报道破窗器细节的，应该就是京港头条的网站新闻上。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跟这家媒体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把信息传达给了他们。老刘，把董记者请来吧。行了，没事了，散了。喂，哎，老张，哦，监控都调出来了，啊，多谢多谢。不用不用，我过去找你吧。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好，我去趟交管局，看看监控里边能不能找到咱们想找的那辆捷达车。哦，哎，这关老师开车。哦，这傻了不这一天。哎，不是你跟你们队里人说过吗？哦，对。那天给你的资料看了吗？啊，看了。亚楠，我替他谢谢你。不过这个案子好多人盯着呢，你尽量别搅进来啊。2份都看了吗？看了，我再研究研究。行吧，董记者。嗨，董记者，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之前多有冒犯。其实话说回来，我不是凶手，你也不是杀人犯，我们都是站在犯罪的对立面，应该属于同一阵营啊。啊，坐下谈，来，坐。非常感谢你能赶过来协助我们工作。这次我们想找你核实的情况，关系到能否将凶手缉拿归案。周队长，我们做媒体工作的有自己奉行的原则，但心里面跟你们一样，都希望能够抓到凶手。只要对破案有帮助，我们一定尽力。那先感谢了啊。关老师，您从交管局拿的是？喂，喂，老关，你在哪儿？哦，刚从交管局出来，正要去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中心？上次从那儿取的 U 盘有点问题，有几张照片拷不出来。刚才打了个电话，王主任正好在，所以我们再过去一趟，打算重拿一套照片出来。老关，
董记者告诉我们，关于凶手使用的可能是破窗器的信息，正是他们在物证中心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名女性员工透露给他的，很可能就是那天接待你们的那个范丽云。难道说，就算范丽云不是凶手，他也一定会和凶手有某种关联。现在他手机关机了，我们查到了他的住处，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现在要不要马上过去？不用。你正好通过王主任了解一下这个范丽云的信息，咱们保持联系。好。找到真凶了。关队长，你好，王主任。不好意思啊，没想到光盘会出问题。这回我拷贝了2份，一份在光盘里，一份在 U 盘里，耽误你们工作了，实在不好意思。多谢啊，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晚还给你添麻烦。没事，正巧今天我值夜班，你们昼夜奔波，那才是真辛苦啊。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您这一位叫范丽云的同事，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她的情况？范丽云，哦，她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很多年的老研究员了。怎么了？我们现在正在怀疑他向媒体泄露了一些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作案细节。范丽云她结婚了吗？应该结了。年会的时候，她丈夫还到我们中心来过。王主任，这辆捷达是您的车吗？范丽云在接受董涵采访前，曾向王志革打电话请示过。王志革告诉他，可以把警方告诉鉴定中心的案件细节透露给媒体。据范丽云透露，王志革在工作当中对员工几乎是强迫性的规定，包括物品摆放的位置、垃圾的处理，还有文件的排序，甚至是电脑文档的编号。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在门口他和关队握过手。可是进了办公室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上有洗手液的味道，这说明他仔细的洗过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再次握手。他那辆银灰色的捷达汽车是他自己买的，一直是他一个人用。据员工回忆，他那个倒车镜上应该有一个挂件，但是我们在搜查这辆车的时候没有发现。哎，那他们车搜过了吗？都快拆散了，什么也没找到。遮挡号牌那块布和破窗器都没有找到，清理的特别干净。有可能，他们是有别的安全的可以藏这些东西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扔掉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人给摁住了，但就是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已经派人去他家搜查了，现在小王正带着他的爱人回警队来接触询问，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帮助。法官，能不能拿下他的口供？王志革属于有较强反侦查能力的暴力型罪犯，在抓捕现场，他既没有逃匿，也没有拒捕，长期从事鉴定的工作。他很清楚，即便我们控制了嫌疑范围，控制住他，他也没留下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定罪的证据。唉，不管怎么说，我们还能扣押他48个小时。老郑，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行，给你个机会。真难想象，这个凶手竟然离我们这么近，而且他看上去也太正常了。哎，关队，正好，王志革老婆叫唐莹，啊，
哦，是这样，我们刚搜他们家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王志格啊，把家里收拾那叫一个干净，而且据他老婆说，他平时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那个洁癖，还有强迫症。啊，再有就是，5年前这个吕四平抓到他嫖妓的时间，正好是他老婆怀孕，只不过就是他老婆怀孕4、5月左右的时候，胎儿不发育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引产。啊。还有就是这些年，他老婆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呢是在外面杀人，对5年前王志格那个遇见贾连房的事儿也是一无所知。这么多年来，您从来没有发现您丈夫有什么异常之处吗？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一直不停重复这句话，你就不会说点别的？你让范丽云透露给记者的信息，只有凶手才知道。事到如今了，大老爷们做事儿，敢做敢当啊！无端揣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我不对，啊，把案情透露给记者也确实欠考虑，但是这都不算是犯罪吧？怎么，老婆一怀孕就管不住自己了啊？不过我也奇怪了，你说像你这么爱干净的男人，怎么能受得了那种脏兮兮的女人呢？啊？哎呀，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找到自由行酒店的员工，让他们指证你。我们还会调取全金港所有的监控，到时候一定会找到跟你有关联的视频。你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不会给你任何无谓的希望啊！你杀了9个人，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制裁。杀了那么多人，你的良心上就没有一点自责和不安吗？啊！怎么，受不了别人碰你啊？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就把你从这儿带走，送到看守所。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里有几十个人、上百只手在等着你，你迟早会招认的。嗯。没错，这小子不但有强迫症，还有洁癖，我一碰他就受不了。估计在看守所里边待48个小时，他应该扛不住。我可没你这么乐观。他能接连杀掉这么多人，并且每次都冷静地摆放尸体、清理现场，他没那么容易崩溃。对他上下其手，只是讨了点心理上的平衡，不能让你取得给他定罪的供述。人摁住了，找不着证据，这也太可笑了吧！啊，被害人的车、他的车、他的家、他的老婆，还有他本人都在我们手里，
挨个搁到显微镜底下看，我就不信找不着证据。那如果我们48小时之内找不到给他定罪的证据的话，那就把他放了呗，看看他下次作案的时候，咱能不能抓个现行，好不好？废话了。如果没有证据，真的要把他放了？要是所有证据都找得到的话，这世间就没有悬案。收工吧。师姐，找到什么线索了吗？脚垫和座椅套几乎都是全新的，很难找到什么线索。不过还是要试一试。明天让高哥他们把设备都搬下来再说吧。今天就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回来。找不到证据，我这点能耐可没戏。下次你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给人带点惊喜啊！你不是审人挺有一套的吗？像王志革这种在作案之后还可以一丝不苟清理现场摆放尸体的暴力型罪犯，心理防范机制一定很健全。想要拿到他的口供，希望很渺茫。你跟韩冰才是孪生兄弟吧？他也这么说，几乎连词儿都没变。那次我去物证鉴定中心，确实没有发现王志革洗过手，弄不好，韩冰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他有点不对劲的。这大概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戳穿我们。怎么讲？他在看戏。看戏？对，看戏。无论是王志革还是我们，他都在看戏。他似乎更愿意置身事外，做一个旁观者。你们这些神人啊，我真是摸不透啊。哎，对了，亚楠上次说给了你2份报告，你怎么没给我看啊？第2份报告，他这么跟你说的？对啊，他说给了你2份。看来他是在试探我们。试探？他只给过我1份，却跟你说2份，就是想看你的反应。他应该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那现在既然里头都穿帮了，要不就跟他摊牌吧？在他挑明之前，这个戏还得演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关老师，海港支队的人呢？昨儿把王志革送进看守所，今儿得把他押回来。老赵怕路上有什么闪失，亲自押车去了。剩下的人都忙活着找证据呢。目前2个支队撒出去将近10个探子。据查，这个王志革5年前的老同学，到目前为止，任何结果都没有。我估摸着王志革说的这个老同学，估计就是忽悠吕思平的一个说辞。自由行酒店的工作人员找着了吗？找着了，估计也没什么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指认了？当然，等王志革回来，当然要指认。虽然我不抱什么希望，可是就算他不在，我们可以拿照片给他们看呀。照片指认至少得10张以上，真人需要5个。但是我就没觉得他能从这5个人当中认出王志革来，更别说人数翻倍了，没戏。
以王志革作案的一贯作风，他进入酒店之前肯定是乔装过，掩盖了自己的体貌特征。哼。那个和吕四平开房的女人呢？是不是唯一可能认识那个女人的吕四平已经死了？找到她就更没有希望了。官队、周队，找到了，证据找到了。织物残留。对，我们在驾驶席的脚垫背面找到的。这是21支精梳纯棉线，跟长矮内裤的材质一模一样。而且您看这儿，还有血迹。DNA 的提取和对比需要时间，不过从血型上来看，血型上和长癌一致。齐活，这回定死就是这孙子了，看样还赖。这儿不错啊，越来越好了。舒服吗？辛苦辛苦，哎呦，总算能透口气了。差不多了。这天天的老流眼泪。我给你看看。沙眼。什么沙眼？疲劳过度。对不起，这个物证恐怕不能用。昨天把王志革接回来以后，我特意去了物证室，取了被害人的衣物拿下来，跟车里的织物做了比对。可能当时我不小心掉下来的吧，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不好意思啊。老关，你怎么会？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将错就错啊？我跟你说啊，要想做证据呢，不难。我可以帮你做个更逼真的。我没听错吧？什么玩意儿啊？关队，当年在房卡上检验出了4组不同的指纹，但是没有王志革的，对吧？对，放这儿吧。服务员做过指认了吗？服务员指认出5年前是小汪入室杀的吕四平。哎，要不是王志革在押，我还真有心把小汪送进去。哎，没关系啊，咱们还有1天的时间，海港支队所有的人都撒出去了，找那个和王志革搞破鞋的女人，没准啊，抓到她又能怎么样呢？啊？不是，你找到的话，就可以问明白他们和吕四平之间的关联。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就能证明是他杀了吕四平，还有其余那4段。那我们总得干点什么吧？啊，老关。对了，老关，你跟我说实话啊，你确定那个线头是你昨天不小心掉在车里的？你确定为了给他定罪可以不择手段吗？嘿，这儿搞的，吓人服了。对不起，高老师，
我只是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给他定罪，万一有一天，我是说万一，我们发现真凶不是他，那该怎么办？可是关老师，您昨天不是说……我说过我会给他定罪，但要通过正确的方式以及合法的途径。王志革是个比较少见的个案，他之所以能多年连环作案，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参与物证鉴定工作所完善的反侦查能力。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他也不例外。说起来，这么清晰的视频还原，还是出自王志革之手，真是讽刺。5年前，你被勒索，给你的内心烙下了创伤，于是你开始了强迫性的杀人，来抹去你内心的屈辱感。这些年过去了，你的屈辱感抹没抹去我不知道，但是你他妈杀人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了。你利用专业上的优势，消除线索，甚至给出误导性的信息，使你的案子成了他妈悬案。这使你的内心越来越兴奋，你越来越膨胀，同时你也越来越空虚。直到你看到媒体把李地森的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你依然坚信你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你甚至亲自给出信息，来给我们警方和媒体。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他妈天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做什么都天衣无缝？你是不是觉得你甚至给出再多的信息，我们也定不了你的罪？我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已经确定了，你就是杀害这9条人命的真凶。证据呢？你注意到他的手指了吗？这是什么？把他手铐打开。啊？给打开手铐。轻点，轻点。废他妈什么话！谢谢关队长啊。按住他左手。你这10年来，你有摘下过这枚婚戒吗？放开我！走！别碰我！拿开你们的脏手！放开我！啊！别碰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血迹残留。没关系，有这个就足够了。这个啊！哎呀，干得漂亮啊！戒指内圈里面有被害人的血迹，这证据啊，再次是不过了。市局那边给我来过电话，对咱们专案组的效率啊非常满意。说实在的，关队啊，看来你想走啊，也走不成了。
哟，董记者来了。老刘，还是你接待一下啊，确保董记者在京港头条第一时间发表案件的新闻。行吧，董记者，辛苦啊。压力就是动力，能这么快破案，真的感谢你们了。这可是我们集体荣誉啊！你得如实报道啊！这次啊，能有机会和您一块办案，我赵新成真是受益匪浅啊！希望今后啊，咱们能常来常往啊！客气。这次跟官队学到了很多，谢谢。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以后有事多联系。再联络。那行，老郑，咱们先撤了啊！别撤，一块吃个庆功宴什么的啊！哎，老关，你放心，我一定会在专案报告上把你从头到尾捧得像朵花一样。而且老刘说了，市局对你这次在专案中的作用一直都是有了解的，所以态度缓和了很多。董记者也答应咱们在舆论上支持啊，完美。走，吃饭。再等一下吧。还等谁啊？再等一个推测。等一下。唐女士。我们在您丈夫实施的第1起案件中，发现了一枚房卡。虽然他清理过现场了，但这张房卡是吕四平开门以后留在墙上的电源插槽里的。你丈夫在勒死吕四平之后，显然不需要把他带走，所以这张房卡就成为了案发现场留下的唯一没有被清理过的物证。我们在这上面发现了4组指纹，但没有1组指纹是属于你丈夫的。甚至也没有1组指纹是跟吕四平的指纹相吻合。根据当时酒店服务员所描述的，吕四平是和一名女士去开了房，他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登的记，而接过门卡的就是那个女人。这个案子一直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就是谁给你丈夫开的门。所以不甚冒昧，唐女士，麻烦你留一下指纹，我们也好做个比对。等一下，唐女士。我们在您丈夫实施的第1起案件中，发现了一枚房卡。虽然他清理过现场了，但这张房卡是吕四平开门以后留在墙上的电源插槽里的。你丈夫在勒死吕四平之后，显然不需要把他带走，所以这张房卡就成为了案发现场留下的唯一没有被清理过的物证。我们在这上面发现了4组指纹，但没有1组指纹是属于你丈夫的。甚至也没有1组指纹是跟吕四平的指纹相吻合。根据当时酒店服务员所描述的，吕四平是和一名女士去开了房，他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登的记，而接过门卡的就是那个女人。这个案子一直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就是谁给你丈夫开的门。所以不甚冒昧，唐女士，麻烦你留一下指纹，我们也好做个比对。
您是怎么发现的？知道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有什么区别吗？一名凶残的罪犯，在作案的时候不会考虑被害人的感受，更不会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感受。他们不会顾及道德、法律，甚至感情。有时候他们显得很强大，甚至比我们还强。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我们不同，我们追捕这些人，就是为了还被害人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捍卫法律。所以，我们不能以违法做代价去惩治犯罪。否则的话，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还有什么区别？还有，抛开王志革清理现场一贯的强迫症作风不说，但那辆车的脚垫明显新到还有橡胶的味道，一看就是作案以后换上去的，而且属于长爱的内裤上的那一节线头。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痕，也明显是剪切过的。当我的徒弟，做手脚也不能做得这么不专业，说出去丢人。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吗？年30的监控拿过来了，你看看吧。就是他，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安藤，你过来看看。你怎么确定他就是安藤啊？这个视频是港美便利超市南侧的监控拍下来的，时间与证词吻合。看来他当晚真的经历过那个便利店门口，然后才出现在4号楼的楼下。你是这么推测的，
还是说那天晚上其实你也在？你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那个安藤的身份是真是假，但他不一定做伪证。那天晚上，他的确看到的是你，对吧？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哥。这一家五口不是我杀的，你应该清楚。我相信也不是你。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在那儿？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对我有些不信任，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刻意在向我隐瞒一些事情。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你肯定去过案发现场，所以你才认得安藤，对不对？说话呀！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冒充你进出刑侦队的时候，我多提心吊胆，我心理压力多大？你好，你面对周巡的时候可以不刻意掩饰，可我不行，我毕竟不是你。刑侦队是你工作的地方，你可以当自家后花园似的进进出出，可对于我来说那是龙潭虎穴，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提心吊胆。我真的怕我一露个马脚，我就毁了你的一切。我们这种自作聪明就变成自投罗网了。可你呢？你有替我考虑过一点吗？我如果不替你考虑的话，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冒险？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清楚我是冤枉的。你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去干什么了？啊？我有我的苦衷，向你隐瞒。原因很复杂，这并不代表我不信任你。你还有脸跟我提信任？在我被冤枉的这件事上，你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可你一个字都不跟我说。告诉我你那天晚上出现在现场的原因。告诉我一切，否则我不会再待在这里。疯了，想死是吧？死我也不死在这儿。好吧，我承认，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那里。安藤看见的人是我。那天晚上，我接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有500遇害那天我那支尸枪的线索，我就去了。当我快到了指定地点的时候，周巡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关队，接到报案，曙光4号院301有入室杀人。从现场提取的 DNA、毛发，最关键的是指纹，统统都指向的是你。结果肯定出来了。谁呀？啥？看看。我知道，凶手肯定不是你。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阴谋，所以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络到你。哎，哥，你听我说，赶紧跑吧！啊？什么？出人命了！现场有证据显示，很可能是你干的。不出意外的话，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了。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给你打电话的人是谁？不知道，他在电话里没告诉我。不过他能提到那支枪，一定是了解内幕的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红玉，希望你相信我，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我还是自证清白吧。是兄弟，芳儿啊，你跟小雨，虽然你比他只早出生了几分钟，那也是哥哥呀。以后啊，多照顾他点儿啊。妈，您放心吧。说是弟弟啊。其实，你才比他晚出生了那么几分钟，所以啊，小雨，你要照顾好他呀，啊！喂，我说大哥，你还活着呢？不是你怎么现在才联系我呢？还猫在你那狗窝里呢。那我还能去哪儿？我靠！你丫这些天都死哪去了？今儿我就睡你这儿了。哎，通缉令上说你杀人了，你信吗？那你不早点来找我？我这不是来了吗？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哎，
你要是想出国，我能给你办一套出国手续。我没打算走。你要自首，你来我这也算来错地方了。我想找出我的安全，还自己清白。像我这种被公安部通缉的人，案卷资料在公安部的网络上会不会有备份？和我说，关宏宇同志，你是不是拿你哥们当神了？那公安部的防护网，你说破就给破了？你知不知道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个大黑客，就是绕着咱们国家安全保密资料库来回绕，来回绕？你想破去，一点门没有。那监控系统呢？哪儿啊？是你的运气好，技术队把你严重违纪的监控视频先给了我，我这副支队长不能徇私。这个是申请调离外勤的报告，给他签了，要不我把你这违纪的视频送到局里。您就是不想让我跟着关队在外勤工作是吧？您这还不叫徇私啊？你这孩子怎么不理解呢？我这不是都是一直想办法保护你吗？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您尽管据实汇报，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您不是还有押运任务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到保护，在我犯错误的时候，好像是关队保护了我，可没见您留队替我出头。怎么样，老刘，还行吗？啊，不晕吧？哎，二官，有人员伤亡吗？这不，老刘头破了，1号车的司机脑震荡，2号车的这个3名兄弟中了辣椒喷雾，都已经送医院了。老刘怎么样？没事，没事，没事。这1号车，非杀伤性武器吗？对，来，你这边看看。2个人2辆车，不到3分钟就把王志革给劫走了。你看，咖啡色的奥迪 Q5，没有牌照。对，让交管队的兄弟们盯紧了监控，一有消息通知我们。半径2公里以内的道路全部封死了，西安分局正在集结警力，扩大搜索范围。市局发和谐通告了吗？哦，我去核实。太他妈专业了啊！咱怎么就没想到他有同伙呢？是800倍的辣椒提纯萃取物。我们刚上彩虹桥，就看到一辆咖啡色的奥迪 Q5，一直尾随我们。出事前呢，我正和指挥中心进行例行的安全通话。通话完毕啊，频道就受到了干扰。后来我试着用手机给指挥中心打电话，没信号。应该是被屏蔽了。哎，就是这辆红色的丰田从汾中桥底下钻出来，把你们撞翻的。对，就这辆。不管救走王志革的人是谁，他对押运的流程非常的了解。我说你搞这么半天，到底行不行啊？您这我行不行啊？你当这是看的脑残电影呢？呱，一人回车，这白宫厕所什么样都让你看得一清二楚的。现在的交通监控系统防火墙至少都是64位加密的，你但凡涉及到安防监控，甚至可能是128位加密的。
你这还不算咱破译之前的那些什么身份验证电子授权呢。那你这瞎折腾什么呢？过来看看。哎，我是周巡，麻烦你们调一部分警力，优先对京港南站进行封锁。哎，好。哎，周队、关队，哎，交管局接到协查以后，第一时间布置警力，监察了案发现场周围所有的道路，发现了这辆车，跟着监控一路摸到这儿。知道汽车时间吗？北侧路口的监控拍到这辆车进入华南路的时间是6点16分，那汽车时间应该差不了多少。辣椒喷雾的残留都在，肯定是这辆车。指挥中心，我是周巡。从劫车到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马上就要到早高峰了，对搜捕会很不利，请求市局增援，希望能够在8点钟之前扩大搜索范围。车牌也拿掉了，很可能是失窃车辆。哎，对了，跟110报警中心核查一下，看有没有报案。好，那我现在去跟车管局核实车主状况。好。袭击押运车之后，他们借着凌晨良好的路况，几分钟就开到这儿了。要是换辆车的话，估计早就出城了。不会，他们换车就是为了摆脱监控。凌晨车辆稀少的情况下，任何6点16分以后经过这一路面的车都会被我们注意到。那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咱们赶紧联系交管局监控录像。30分钟，15分钟，几分钟，或者现在，甚至有可能是这里面其中一辆车。总之，他们已经成功摆脱我们了。我现在大概是搞清楚了交通监控系统的加密算法，但是身份验证这部分呢？那你这老关，就算你推测的没错，他们也有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封锁最严密的区域了。王志国会不会已经逃离京港了？已经2个小时了，向公安部申请通缉吧。周队，还有件事，我们跟市局物证科又核实了一遍，发现自由行酒店那张房卡不见了。但是我跟小李回忆了一下，当时交接的时候，那张房卡就在物证箱里，而且交接清单上也有。也就是说，如果房卡真的丢失了，应该也是市局那边的问题。唐英招供了吗？应该还没有。现在王志革跑了，能给唐英定罪的物证也不见了。难道这2口子要脱罪不成？你认为这是巧合吗？你知道我从来不相信巧合。周队，如花路的金河模具厂刚发生枪击案，目击到的凶手特征很像王志革。集合西南2个地区队，让他们封锁现场。老刘，向市局报告，申请治安支队和巡查支队，让他们配合封锁。小周，你去附近的派出所抽调警力。好。没错，这就是长风支队门口。行啊，有2下子。哎，今早长风出事了，你知道吗？正好给你看看这个。你想什么呢？我暂且先不跟你聊这个事儿啊，你让我监视这刑侦支队，你该不会是想做什么恐怖活动吧？说什么呢？我就是想拿到案卷。就胡闹！那刑侦支队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硬闯肯定是没戏啊，不过找到合适的时机，还是有机会冒充我哥混进去。哎，
破解其他监控是不是还需要一会儿？正经得一会儿。那我先出去一趟。那你出去干什么呀？那满大街都是警察，你现在出去干嘛呀？能混进去自然是好事啊，但万一呢？我得做另一手准备。哎，以后黑人电脑这事儿少干啊，犯法。车间副主任说，20分钟前他来上班的时候，发现正在值班的技工王海遇害，他就立刻报了警。据他回忆，他进院的时候正巧碰到一个人离开厂房，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和王志革很相似。死者是被枪杀的，遇害时间还不到半小时。孙子肯定还没跑远呢。喂，中了2枪。没错。从被害人颅后头发的灼烧及火药残留来看，第一枪应该是自后脑斜上的位置射入，子弹穿透了颅骨，嵌入了地里。第二枪应该是倒地之后补射的，从后颈射入，没有找到贯通出口，弹头应该还留在体内。哎，9毫米口径是手枪。老刘，你们遇袭前后有没有试枪啊？别说是枪了，连个子弹都没上。那帮混蛋呐，也不是冲这些来的。你借我用一下。王志革他哪来的枪啊？而且他为什么要杀害模具厂的工人呢？自后脑射入，45度夹角。确切的说是被处决的。哎，找谁啊？大头吗？对。不是说好1对1的吗？不好意思。手机我先替你保管。钱呢？东西呢？从机器上提取到的金属粉末，通过勘验，我们发现是经过氧化处理的碳钢。钢管的内径是12.5毫米。法官，有眉目了吗？初步判断，王志革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个。这是个开模机。我们在台上找到的金属粉末跟制作手枪的材质是一样的。他在这做了把枪，他手里那把枪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但是他用这台开模机，或者说胁迫被害人用这台开模机，在一把手枪的枪管接近枪口的位置车了一个螺旋纹，然后又结了一节内径12.5毫米的钢管，在钢管外又包了一层铝。然后再在钢管和铝管中间的夹层塞了这些记忆海绵，也许还灌了水。这孙子在这做了个消音器啊！这就意味着，他如果持枪逃亡的话，遇到警察的时候可以拒不反抗，那枪声其实是起到威慑力的。他特地跑这儿来做了个消音器，这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想逃，他是要去杀某个特定的目标。老刘，赶紧通知市局吧，现在得全城戒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追查这个枪的出处了？我现在就回队里去做弹道检测。等一下，等弹道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向市局和公安部申请实枪的优先排查。
王志革做的这个消音器适合9毫米口径的手枪，符合大部分警用知识。好。最后就是这个王志革孤身犯险，就为了给手枪配个消音器，他肯定是打算去杀某个固定的目标。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特定的目标是谁呢？那这得看他有什么仇人了。会不会是关老师？关老师把他们夫妇缉拿归案，而且还找到了唐英的罪证。子弹呢？枪弹分离，规矩你该懂吧？李启深，我可以理解。要不这样，你自己压一颗子弹，开一枪，我看看。怎么着？信不着我？兄弟，你这个手枪套筒呢，不是原装的，而且扳机老化严重，保险还是坏的，应该是报废枪组装的吧？而这种货呢，新旧虽然无所谓，但总能喷火才行啊。行，进里面试试。从现在开始，随便是你把我绑裤腰带上，或者我把你绑裤腰带上。他王志革想杀你，先过我这关。思明路有名司机被枪杀，凶手把司机的尸体扔在路边草丛后驾车向东逃逸，请求增援。操，这孙子要丧心病狂啊！走。非要让我用这种方式试枪是吗？兄弟，有话好好说。枪你拿走，算我赔个不是。你刚才说的太专业了，我没以为你是卧底呢。卧底？我要是真是卧底，你们还敢杀警察？啊？想黑吃黑就明说啊！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也没带钱，彼此彼此。哎，要说王志革杀了模具厂的技工，他是怕那个技工说出消音器的事儿。这是抢辆出租车的，至于杀司机吗？同样的处决式射杀，2枪。死者兜里东西都被掏空了，在这么一个没有交通和安防监控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劫走一辆出租车并杀死司机，这让咱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查到司机的身份，更别说出租车的车牌号了。说白了就是灭口呗。哎呀。我这不是五金店，没有锉刀，凑合着用吧。嘿，
我这偶尔借你们兄弟俩在这儿落个脚，当是我爱心泛滥，我可没让你们把这儿当成塔利班联络处啊。放心吧，这次无论成与败，估计咱俩以后都不用见面了，啊。我怎么觉得你一离开你哥，就变成单细胞暴力男了？哪儿弄的家伙呀？就这破玩意儿，跟一帮窝囊废那儿抢过来的，就是一垃圾，滑膛跟枪套也不匹配，就是搂了扳机，也不见得能回膛。你就准备拿着这个冲进你哥单位，抢出你的案卷，像福尔摩斯一样查清事实真相，最后呢，从一个杀人嫌疑犯，又变成了一个持枪抢劫犯。万一能用着呢？那你准备上子弹吗？不好说。我只知道你带上它就可能会用上它，你举起它就可能会扣动扳机，你扣动扳机，子弹就会上膛。到时候，你击中的会是谁？周巡、周书童，还是高安南？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的话，就当是我临别的赠言吧。关老师，技术队向各出租公司核查被害人有结果了，死者是宏达出租公司的司机张忠，但是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暂时先不对被害人的身份背景跟进调查，重点先放在协同交管局核查张忠被抢的出租车去向问题上。应该让技术队继续跟进核查被劫车辆的细节和特征。好。还真不赖这帮孩子。现在技术队一部分人去市局做弹道分析比对，还有一部分人去交通支队，剩下的都去了交管局，就连我也赶回来给他们接电话了。老周，能不能让外勤探组帮着查一下？哎呦，你什么事儿？你非得现在那么着急啊？从治安组调的人，还有各派出所抽调警力，全都出去参加搜捕了。家里就俩探组，这要都派出去了，有点什么事儿，你说我这就一个人了，关管司令了。要不我跟小周去一趟？别介啊！这么着吧，你现在是重点保护，要么你就留在支队，要么就跟我一块儿行动，啊，就当是保护性跟进了，行吗？